15年前，全上海只有1%的人能住得起的小区，现在居然也破发了。之前挂1400多萬的房子，現在一下子來到了800萬啊！你們知道嗎？上海80%的房子正在面臨最後一波行情，很快上海的房子就會徹底的進入躺平時代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衝動買房了，買錯了虧上個40-50萬大有人在的。真的破發了，當時一手開盤價格15萬的單價，現在直接降到了8萬。上海最頂尖的地段陸香園黃浦區哦，現在單價只要8萬一個平方，小區出門就是豫園地鐵站，300米到大世界，步行300米到外灘，開車5分鐘就到陸家嘴，價格直接從1900萬降到了900萬，破發腰斬，真的太便宜了。就上海現在的炒房客，有98%都已經栽在裡面了，而且虧損200-300萬的都是常態。更慘的是，很多人手裡的房子已經掛在中介那邊大半年了，連個看房的人都沒有。10年前，中國房價節節上升，深圳、上海、杭州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漲幅曾經一度超過了50%。然而呢，過度槓桿埋下的危機，終在疫情過後全面引爆。近幾年來，中國各地樓市開始全面崩塌，既賣不掉也租不出去。作為中國經濟龍頭的上海，同樣也是未能幸免。隨着今年裁員失業潮的衝擊，越來越多的人陷入賣不掉房的困境，而二手房價跌幅尤為明顯，部分區域房價接近腰斬。出大事了啊！上海二手房的掛牌量呢，一夜之間縮水到了2年前，网上的掛牌量從最高的17多萬套，一下子降到了15.5萬套，這個數字呢和2023年的9月一模一樣。那你肯定想問了啊，說是房子突然變好賣了嗎？真相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。這波庫存大縮水呢，主角根本就不是買家，而是中介平台在大掃除。他們重點清理了3類房源，那種根本聯繫不上房東的、證件不全的、有糾紛的，還有掛了幾年根本就沒人維護的僵屍房源。所以呢，消失的這2萬多套房子裡呢，很多本來就是無效房源。上海的房東啊，求求你們了，別再砸盤了。現在不是我們中介在打壓你的價格啊，中介已經不壓房價了。現在是很多房東自己頂不住啊，價格哐哐的往下降啊。昨天我們松南8村賣了一套房子，5樓的，69.9個平方，170萬，他300來萬的成本買進的，我不知道他有多急啊，能不能學這個世紀江灣的業主啊，價格掛到一樣，客戶愛買不買。現在小許呼籲全網的業主啊，所有的房子你反正賣不出去，價格往上調啊，上調10%，愛買不買。之前我有個房東來問我，說老弟，我這房子現在到底啥行情啊？我一看就說，哥，咱要诚心賣，就掛個1000萬吧，差不多了。他一聽直搖頭，那太低了，先給我掛個1100萬，等有客戶看上咱們再談。結果你猜怎麼着？這一掛就是3個月沒動靜，好不容易等來一個誠信客戶，看完房直接報價900萬，我馬上能簽。結果兩邊坐下來一談，客戶一分不加，房東一看這架勢也沒心思談了，直接談崩。又過了1個月，房東主動給我打電話說，老弟啊，上次那個客戶還在嗎？他房子買好了嗎？要不900萬就900萬吧，我賣吧。我趕緊給客戶打過去，你猜怎麼着？客戶說現在就是850萬，最多就出這個數。今年上海房價下跌和前2年比完全不是一個概念，嚴峻程度完全不在一個檔次。別看跌幅不算離譜，但每一下都跌得人心發慌。以前房價跌，房東頂多虧點錢，實在不行賣掉房子轉去別的領域，2-3年也就緩過來。可今年不一樣，好多房子市價都跌破貸款額了，也就是說賣房子所得的錢還清房貸後，手裡分文不剩，甚至有不少情況售房款不夠還房貸，房東還得自掏腰包補缺口。賣不掉，賣不掉，還是賣不掉。上海的樓市到底怎麼了？到底發生了什麼？這套房子是房東當初花掉170萬買進的，全屋帶定制家具家電，1天都沒有住過，現在一口價60萬賣出，並且還送家具家電。在2023年之前，這樣的小區一套房可以賣到430萬這樣子。現在2025年，這個只有230萬，全民的不幸啊！這200萬都去哪裡了？這旁邊就是地鐵口，位於上海中環地段。面對巨大的去庫存壓力，
過去寸土寸金的上海推出所謂的房票安置政策，在市中心徐匯區江南新村地塊的舊改方案中，也增加了房票獎勵。房票獎勵是一種代金券，也是購房補貼機制，只能在購置房產時使用，被視為是中共政府變相逼迫動遷戶買房的手段。之前呢，上海金山、嘉定等郊區已經開始實施票房制度了，但是呢，只限於本區來使用。如今，位於市中心的徐匯區也推出了房票獎勵，原因是房子賣不動了，所以要刺激市民買房。這個業主的心態是真的好呀，跟客戶面談3次，第一次還下來80萬，第二次還70萬，第3次又還60萬，總共210萬，一房一價表，業主是虧了130萬。高區南北通的精裝修3房，全新沒住過人的，最後啊，客戶貸款辦不下來，再找客戶。現在上海的房價真的已經降到所有人都害怕了。我一個做中介的，天天跟房子打交道的人，對有些房子的價格我都感覺到非常震驚。我们今天帶客戶看了一套房子，普陀宜川6村的朝南精裝修1房，我仔細算了一下，對比高峰時期，這套房子足足降了50%多，真的太誇張了。21年買這套房子的時候，就是被眼前這樣的景觀給震撼了。外灘黃浦江，浦東浦西的天際線也是能夠看到的。283平的4房，23年的時候2年時間給它裝修好了，現在的話是低於成本價1400萬出售。歡迎看房。上海現在流行一句話：2025年買房子的人要比2023年少奮鬥20年。我們今天的話成交了一套房子，2023年它樓下賣470。今天成交260，2年200個 W， 一個月1萬塊錢的工資，就要奮鬥20年，還要不吃不喝的情況下，時代的一粒沙壓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。截至2025年10月，全中國二手房價已經連跌42個月了。幾年下來，房價攔腰斬已經不是新聞。隨着經濟下行，失業率高企，今年中國各地房貸斷供明顯增加。位於廣東番禺的豪華別墅區金橋嶺南苑，曾經以500萬元一套起售，最貴時近1000萬元，而且還是未裝修的毛坯房。如今呢，部分別墅仍以40萬起拍賣，但仍然是無人問津。該別墅區由湖南老牌國企金條集團與番禺怡老服務公司聯手開發，原定是2022年交付，但項目最終爛尾，開發商也陷入了債務的糾紛。小區陷入了無人管理的狀態，如今該小區雜草叢生，空無一人。更慘的是，那些在2022年高位接盤的業主，當年花了900多萬元高價購房，首付也交了，但隨着開發商破產跑路，工程陷入爛尾，如今2年過去，仍是未見房影，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法拍網上出現一層40萬元的拍賣價格。儘管價格如此之低，但也極少有人接受。天河有個樓盤爆雷了，400多萬啊！業主給了400多萬的首付打水漂了，錢沒了，房子也沒了，這根本就不是個什麼意外，是早就埋好的雷。去年呢，這個樓盤已經出現問題了，所有的房子都被開發商抵押了，為什麼還能賣呢？因為開發商是在玩命啊，在玩命降價100萬大甩賣啊，降價100萬大甩賣，你沒有聽錯，是降價100萬。佣金呢給的是賊高，高得到離譜，全廣州的中介都在瘋狂的推這個樓盤，賣一套可以養半年以上，甚至養1年以上，你明白嗎？沒想到啊，珠江新城的房子這麼便宜了。你看我身後這個小區40多平的，21年高峰期可以賣到460萬，這2天成交一套180萬就可以拿下，直接腰斬。給大家看一下我身後的這個位置有多核心。珠江新城最核心的一個地段哈，大家可以看我身後東西塔 K11，還有後面的一個花城匯。小區樓下就是5號線獵德地鐵站，以及體育東路小書包跟天河中學。整個廣州的宇宙中心，你就說這配套頂不頂吧？這裡的房子居然180多萬就可以買得到。廣州天河開發商開啟房價火箭降價加速模式，把6棟花園小區公寓房高位時178萬的房子降至現在全款70萬就跑出，1000套的房子現在全部狂甩，這下真的虧到褲衩子都沒有了。在廣州買房，我真的破防了。2個朋友的一個親身經歷，讓我心裡面特別不是滋味。有一個前同事啊，2021年的時候，為了自己家小孩子，咬着牙花了1150萬
買了牛奶廠华潤天河的140平的南北對流那種戶型，然後結果呢，他昨天看到朋友圈中介有發這種戶型同戶型的520萬就能成交了。我的天吶，算上利息，真的是差不多700萬就這樣蒸發了。賣不完，根本賣不完。截止目前，廣州貝殼二手房掛牌量已經有192597套，而上個月廣州貝殼賣了3157套。按照這個數據下來，就是61個月才能賣完，相當於5年的時間。其實截止目前，廣州的價格已經下降了35%，有的甚至超過50%。那麼你認為，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，什麼時間能夠見底，或者說企穩回升呢？你知道嗎？廣州的一個房價已經跌回了15、16年的一個水平下了。但是說句實話，還有人覺得它跌得不夠多，而且跌得還沒有到位，甚至有人呢，他說現在還沒有跌到2005年的水平。有沒有人知道，如果說跌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是怎麼樣的概念呢？我就這麼跟你們說吧，如果說是2005年的北上廣深全國4個一線城市都沒有一個一線城市的均價超過1萬的。至於廣州嘛，當時的珠江新城均價也就才6000塊錢左右1平方，所以說大家覺得房價有可能跌回到2005年的水平嗎？房子真的在慢慢的白菜价呀！北京南50公里永清国税生态城明士苑可以說是永清跌得最慘的小区了。曾经单價2万2，现在10幾萬就可以拿下一套2居室了。該來的還是來了，馬雲當年說的一點都沒有錯啊！房子出現白菜的價格，東北竟然出現153塊1平的房子，你沒有聽錯啊！一個工資就能買一套房子了。這個消息我剛聽到的時候，直接給我幹懵逼了。要是房子早早就這個價格，那誰還會愁買不起房子呢？早早就實現了安居樂業啊！你說廣州會不會也出現這種房價的房子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